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马上欢迎今天到场嘉宾。第一位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彦廷张将军，依林好，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依林各位朋友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厉将军。依林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一期焦点马上要带大家来关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出了这个台湾有事论之后，让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而且呢，也瞬间让这个日本整个市场仿佛像丢进冰水一样，因为现在呢，不管是包括了日股、还有公债跟日元呢，是全面走跌告急的状况。我们就来看到日经225指数在11月18号收盘下跌了3.2%，这是创下4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了。还有包括您看到40年期的日本政府公债殖利率飙升多达8个基点，达到3.68%。那日元呢，更是触及9个月的新低，来到了155.3日元兑换1美元。好，杨老师请教您，现在中日关系一紧张，包含了股市、公债、日元，我们看到全面大跌。就您来看，这一波抛售日本潮到底会对日本带来多大冲击？这个影响其实还是整个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大盘。那特别是对于美国的8大企业，其中类似跟 AI 股有关的，像辉达，有一点就是市场的传言，所以这个是11月18号，的的确确，它的日经、日股或者是日元，大概都有一点受到影响。不过那一天其实全亚洲股市也都不好。对。那可是呢，日本的的确确是受到现在的高市早苗的发言引起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抵制或者是制裁，那这些不确定性是会产生怎么样的经济冲击？那它会不会有后续更大的一招？比如说一些大杀招，类似像是以前做过的，对日本采取稀土管制，那个对日本的经济，那当然所有的股市、日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当然在大盘这个国际的大的局势不好的时候呢，它就在日本就特别明显。可是隔一天，到了11月20号、19号、20号的时候呢，其实因为辉达的财报很好，那所以呢，整个那一天日本的半导体再加上商社这2大类股的这个提升哦，曾经一度盘内这个增加大概2000点，一度又回到了就是5万点的这个大关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的股市相当形势还是受到美股的影响，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美股的这个情况哈，应该说美国经济的情况都有一点就是那种担心，有一点这个担忧。一方面是经济通膨，还有最高法院的判决。那当然这个 AI 的这个情况啊的获益，因此大家都觉得所有因素都夹在一起，所以它这个影响呢就会在亚洲特别明显，因为我们跟美国的经济供应链很密切，但日本。特别是加上这次的高市的发言，所以当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它跌得最深。那这个是以后可能会不断出现的。好，现在大家认为说北京就是拿金融武器来当做武器对日本施压。我们要来看到，你看到图卡下方，这是11月20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他在记者会上就直接警告说，如果日本不撤回高市早苗这个错误言论，那中方会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说后果由日方来承担。那彭博也分析说，北京祭出一系列的手段，包含了暂停日本的海鲜进口、警告旅客，还有取消一些艺人的活动等等。但是，包括刚刚杨老师也帮我们提到了这个杀手牌，就是稀土牌还没有出手哦。请厉将军来帮我们看，为什么北京到现在还没有动用这张稀土牌呢？如果都是大招的话，第一个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因为钓鱼台事件那中日2国曾经交恶。那时候中国有打出过稀土牌降低对日本稀土的出口，那时候造成日本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恐慌。那也从那时候开始，日本自己开始要这个研发制造自己的稀土，因为他怕被中国卡脖子嘛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这个美国跟日本来讲要签稀土协议，其实日本是可以做稀土的但是它的产能是有限的，所以之后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慢慢降低到只有60%。那最近来讲的话，又开始回升。当中国恢复对它稀土供应以后，他自己觉得说，我就不要再做这个高污染的这个工业他就慢慢又恢复从中国开始进口。现在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大概是到70%，但是我认为说是短期之内飞到最后关头，
这个中国大概不会对日本打出稀土牌。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这个安氏这件事情就看得到，这个现在全世界的这种产业的供应链其实是非常的脆弱。那如果说是你突然对日本断供稀土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是全世界所有产业都，不管是这个，尤其是民用了哈，军用我们不讲，尤其是民用，包括汽车，包括到这个飞机哦，包括到各种这个绿能产能啊，都会受到很大一个波动影响。那我觉得中国很聪明，我不需要去因为你日本去得罪所有全世界的产业国家，因为如果说我一旦对日本断供，那这个产生的蝴蝶波澜效应来讲的话，可能会波及到全世界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中国干嘛去得罪全世界所有产业？我现在只要针对你日本就好，我不要去因为你去造成全世界对我围堵。我们从安氏半导体，荷兰的安氏半导体之乱就可以看得出来，安氏半导体这个乱之后，造成全世界的汽车的这种工业来讲的话，都为之可能因此而断供，所以全世界都急得不得了哈。当然中国很聪明了，他最后就是用豁免了，我给你汽车，你们去针对荷兰政府，不要针对我中国，我中国是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继续供给你们。同样的稀土产业，我觉得是这样，非到最后关头，我觉得中国不会用，因为他现在来讲。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工具箱里面有很多的工具哈，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是这个渔产哈，比如说观光哈，比如说我们在讲到留学方面，这个他现在留学，你知道留学有多影响有多大吗？连川普当时喊出说不让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那你想想看，后来他又恢复，为什么？因为60万的留学生对美国来讲的话，各个大学是多大的一笔财务的补助啊？那同样道理，难道对日本不是很大一个补助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光使出这几招哈，目前来讲只是这几招。对日本来讲，它的日元已经看到它这个这2天已经开始大变了。那昨天虽然说股市有上，但是今天好像这个又开始跌下来，而且是惨跌哈。因为辉达的这种它的这种年报里面发现说，很多人跟他买的东西，但是钱还没到位、还没付啊。但是为什么欠钱没付呢？大家后面去很多的想象啊，是不是这个下游的企业来讲的话，他做的东西卖不出去，所以变成他没有钱去付辉达，所以大家就产生。会不会有 AI 泡沫化的这种疑虑了哈？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稀土这一段它不会实施，因为它不会去得罪全世界其他产业。它目前来讲的话，等于重点打击，只针对日本。那后续来讲，它可以指出的手段很多，譬如说是这个2017年我们看到韩国因为部署了萨德系统。那比如限韩令，对不对？好，那个时候包括韩国的这个观光旅游，或者是它的这种演艺事业都受到影响。那中国现在采取这一招了，电影也不让你演了，然后《鬼灭之刃》啊，或者《蜡笔小新》啊，哦，其实对日本来讲是很大损伤。我觉得后面来讲它有很多，比如说对日本的这种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包括汽车啊这些企业来讲，哈，加强它对它的检查哈，或者等等。这些措施，我觉得它还有很多。那稀土是最后不得已才需要用的手段，在此这些手段，如果能够生效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不会用到稀土。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那么笨到说是我因为你日本去得罪其他的全球的所有产业。是李将军在强调说，不到最后关头的话，中国其实不会动用稀土这一张牌。好，大家在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前谈判官，他也说了，说如果北京现在就寄出这个稀土反制，不但会激怒日本，而且也可能连带的，像刚刚李将军帮我们提到的，连带其他的贸易伙伴也会怀疑说，那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可靠性反而会更靠向美国。好，尤其呢，上个月川普才在南海跟习近平才刚碰完面嘛，也签了这个稀土出口惠及全球的协议。也就是说，那如果北京现在打这个稀土牌，那不就等于是说破坏这个协议，甚至可能惹怒川普？那张将军，你来看，如果最后习近平真的打出这个稀土牌，那美中是不是又会再爆发贸易战？我认为中国大陆它是一个聪明的，它是一个集体领导，它会在那边做非常深入研究、利弊得失分析。我认为打稀土牌的几率，我认为是不高的。因为我们来看，他跟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已经达成贸易的协定的话，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有贸易市场的需求性，是对方的市场，因为这是按照经济学的比较利益法则，这是回避不了的。那大家这个双方都会互利，那干嘛
要再继续玩这个稀土牌呢？边际效益会递减，而且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我倒认为中国大陆会对日本的稀土会作为一个局部的限制，因为日本的稀土啊，每一年的需求量啊是18000公吨，这18000公吨呢，那它进口每一年大概8300公吨，蛮多的。那这里面有70%，刚厉将军有讲，70%来自于中国大陆。是，那来自于中国大陆会不会做局部限制？我认为做局部管控，用途上的管制。那有些你不能用这个稀土，你这个用的稀土的用途你要给我标明清楚，来源清楚，我要做管制，可能会做这个样子。因为日本会做相应的调整，因为日本它会做第一个市场替代，那个中国大陆它对我限制，它会向泰国、像越南这替代市场，因为越南跟泰国是日本的第2跟第3的稀土供应。那这样子嘛，那我就从其他地方来弥补中国大陆对我的控管嘛，会有这个样。第二个，它现在还有备转容量，是我备转容量，我这个继续做，我这个备转容量可以支撑半年到1年啊。那半年到1年的状况如何？那谁知道呢？我有备转容量，我还够，那这样子我就不怕。这是日本的。那第3个呢？日本会关掉一些对稀土急需，因为稀土我们知道总共17种，包含坑跟乙之外，另外15是蓝系15加坑跟乙。那这样子，那我就不。这个不重要的先关掉，用重要的，这是我的主生产量，我的主贸易就需要这些对稀土的需求量是比较急迫性的，我用这些，所以这样子有这方面的应变，中国大陆打稀土牌还有多大的效果，就要去算一算了，因为这是利弊的，打出去稀土牌，结果呢没有效果，结果反而变成日本抵制中国大陆一个理由。那你这样的话，反而变成在这个损益上面、利弊上面的得失之后，中国大陆我认为他会做分析。原来稀土牌在这一方面效果是有限的，那要不要去打这个？我认为中国大陆会戛然而止，不要打稀土牌。从其他方面，如果最厉害的话，很简单，最钓鱼台嘛，最钓鱼台从平面执法变成立体执法，从这个平常的间歇性执法变成常态执法，哎呦，这就不一样了。因为钓鱼台是主权的问题，还有维权的方面的这方面的问题了，又不一样。这个效果可能比稀土牌效果来得好，而且这个本来就领土争端了。美国会不会？美国虽然说没担保给予钓鱼台列屿，但是问题是，只要涉及到主权争端，美国原则上是闭上关。你看那个菲律宾在黄岩岛、在仙滨礁、在仁爱礁、在铁线礁，那不是都这样子吗？那美国一闭上关之后，这个日本会屈居下风，中国会屈居上风，慢慢有一种失控的这方面的具体事实。那中国大陆何乐不为？我认为中国大陆会做一个弹性的智慧调整。是将军，我想追问一下，因为现在呢，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大家也在观望说川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可是现在其实他没有非常明确表态，只有说，有些盟友不一定是朋友。你觉得他的态度呢？这个川普他认为让子弹飞一下，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有利的。为什么？当这个中日关系一紧张的时候，日本你是不是你国防预算是不是要加一点啊？你不要老是靠我啊！你自己是不是要ပေး一点钱，多买一些东西了？因为你紧张，你不要靠我，你老是占我便宜，赚我的钱，还有我保护你，自己是不是要多分担一点责任？所以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好的。川普他是生意人，他是讲 deal， 那就是交易嘛，那就很简单，飞一下对美国好，美国立刻这边挺日本，日本感觉到后面有个大靠山，就不用怕了，可以忘所欲为。川普不会让日本在这一方面得逞，所以注意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绝对有利。是，谢谢3位专家精彩点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